黑神话悟空第3章开场出现的塑像，便是位于山西晋城泽州玉皇庙的28宿塑像。开场很惊艳，后边很操蛋。没错，浮屠界就是那个操蛋的。大家好，我是旅游博主虚公独城。本期视频是我黑神话悟空考据式通关的第11期。我们今天就开始慢通第3章小西天，挖掘所见文物的原型，建筑为主，其余为辅。从开场动画中，我们就能看到来自山西晋城玉皇庙的28宿彩塑了。但是目前这个视角不自由，等动画播完了，最好我们还是自由观看。未说28宿，先说青铜灯。游戏中被多次复用的青铜灯，其取景原型为广东省佛山市的青铜羽人玉龙13连盏竖形灯，现藏于佛山大观博物馆。等过段时间，我这边就出大观博物馆的详细解析视频。下面我们来看造像。积水豹为中年妇人像，其头戴花冠，胸佩璎珞，为菩萨常见装束，右手托着一朵花，右腿前方则是他的豹。角木蛟头戴道冠，脸为赤色，左手捏宝珠，右手持一龟，下方则是他的蛟龙。新月狐为武将装扮，头上无冠且披头散发，脸亦为赤色，表情激动。其胸前不仅有璎珞，还有飘带，腰间则缠有裙带，狐则趴在他的右腿上。为火虎同为武将装扮，同为赤面且披头散发，其飘带位于身后，双手紧握拳头，虎则蹲在他的身前。牛金牛同为中年妇人形象，同是头戴花冠，身穿长衣，左手握龟，右手则欲抚摸自己的牛。深水源形象为年轻女性，同样头戴花冠，双手于身前抱膝，圆在身后不方便看，可以用方便看的圆冒充一下。楼金狗同为中年妇人像，头冠衣衫与前几个相同，狗在他的左手边。卯日鸡为老者形象，其头戴小帽，身穿长袍，左手向上举鸡，悬在半空中。奎木狼居然是中年女性形象，头上戴的像是梁冠，双手握龟，这打扮像是个官员。狼则在左侧。旭日鼠为中年妇人像，没戴头冠，头发大多披散于后，少数梳成了小辫。小老鼠不知道哪儿去了。女土服为老者像，这是全场最嬉皮笑脸的一位，其肩上有披帛，手中握有如意，蝙蝠就在如意上边待着。剩下的那些光线不好，这次先跳过，毕竟我们的通关解说只是个初步解说而已。等将来到了玉皇庙现场拍了视频之后，我们再来细说。然后这个土地庙有点绷不住了，本来是个歇山顶小房子，外边的雀替和垂花柱很精美，但墙体就是几根树枝搭出来的，属于是四面漏风，可能是土地不怕冷吧。然后就到了赤尻马猴的篇章了。他所蹲的那座建筑十之八九是游客自己手搓的，因为这个画面多少年前就爆出来了，要能挖早就被其他丁真挖出来了，根本轮不到我来挖。他的衣服则取景自山西高平铁佛寺中三指大将的头。之前看视频感觉赤尻马猴挺难打的，真打的时候反而觉得他挺简单的，把各种各样的技能一教就把他直接给拿下了。打败赤尻马猴之后，发现他和预告片里的不一样，没有跪地求饶的情节，而是直接钻进地里消失了。这个阶段打完之后，就可以看看周边的地方了。赤尻马猴附近的这种石塔，能在山东济南的灵岩寺木塔群中看到一模一样的原型。然后我们来到寺院的入口，放大之后就能看到那块著名的妙通玄机匾，这就是五台龙泉寺石牌楼的匾。之前我们在山西32处取景地的视频里曾经提过这里，各位直接回看那期视频就好。不过我没上过五台山，所以也没说太细，期待将来细说。从寺院的侧面我们能看到莲花形的石灯，现实中确实有这种石莲花，一般都是明清文物，但都是石盆，放个水养个花草什么的，没见过在里边点火的。再往前的侧面仍然是取景自重庆大足石刻宝顶山的观无量寿佛经变相，这次具体的取景位置不是上次出现的下品下生，而是上品中生。看来小西天这边的级别比之前黄风岭那老几位要高出去不少。我们来做个对比，首先不难发现，游戏是现实素材的镜像版，中间阿弥陀佛的手势便是上品中生印，契合这一品的名字。现实中的大势至菩萨在游戏中也有，且同是头戴花冠，手里摁着一个化生童子，但是观音菩萨和妙音鸟在游戏里没出现，因为没地方放了。最搞笑的就是石碑，所有的字儿都是镜像的，但去过大足石刻宝顶山的人一眼就能认出来。另一边则是刚才这一组群像的镜像版，但仔细看，妙音鸟给塞到中间这一龛了，观音菩萨给放进龛的后边去了。下边这位力士牛逼坏了，先插会儿腰。我一开始以为他是四川安岳石窟的力士，后来发现安岳这边的没插腰，而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里倒是有一位插腰的。这是我能找到的最接近的原型。而对面这一组别被他的位置给骗了，
它看起来像是个龛，实际上这是中国历史中常见的佛碑。可惜佛碑的造型太多样了，和它造型结构接近的佛碑我倒是收集了不少，但是和它一模一样的我真的是一个都没见到。院子里边有个拿半把弹刀的小怪，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看我直接偷袭，这就很好打了。记得在附近好好找找，寺院另一边也有一个这样的精英怪，那个打完了之后给惊破。这个彩灵运的位置是寺院里的香炉，造型很像21世纪的新产物。如今我们哪怕去的是古刹，都很少见到真正的古香炉，基本都是拿新的用。然后我们来看寺院门的构造，这是前2张门的素材复用。话说西游世界的木匠别都是同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吧，连花纹都差不多少。另一种门我们也在前面见过，窗棂雕花比较简单，就是普通的双胶4碗纹，就不赘述了。而这个房子就是一处被多次复用的建筑素材，也一度被人认为是山西芮城的广仁王庙，因为这座房子出檐深远，确实有一股子唐构的味道。可能在建模的时候是真的参考了山西五台南禅寺的正殿以及山西芮城广仁王庙的正殿，它的转角铺座和佛光寺东大殿的很相似，属于是个双邈双下昂的歪脖版本。寺内还有一座被反复复用的佛像，我一开始以为是陕西蓝田水陆庵的佛，后来发现北京天宁寺的铜台七金佛像跟它的造型更为接近，但我在天宁寺近期的网图里都没发现这尊佛像，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这口大钟就是我们第1章敲了3次的钟，当初我都认不出它的来历，现在盖着雪更认不出来了。现在我们升起无人机来看建筑屋顶，我是旅游博主知道吧，飞一飞无人机也很合理。在这个视角里我们能看到正殿是歇山顶建筑，附近的大亭子则是悬山顶建筑，这个布局就比较合理。正殿一般都是相对高配的屋顶，像观音禅落的第2进院落，它这个布局就不合理。等到了后面你就会发现，前几章那老哥几个加一起都顶不上黄梅建筑造诣的一个零头。在寺院探索差不多了，就可以见到小西天土地了。就这段剧情我们在预告片里也看过好多次了，这回倒是没什么改动，直接就带我们到了下一个场景。在把2侧的道具搜刮了一大圈之后，我们走进冰湖，继续推进剧情。湖心的那座建筑就是刚才那座假唐构的复用，这里不再赘述。然后这个时候黄梅就把亢金龙给放出来了。当初大圣被困金挠中时，正是亢金龙救出了大圣，如今他已经恶堕成黄梅的爪牙了。按照传统的正常打法，我肯定是打不过的，但是天无绝人之路，我学了个逃课打法，那叫一个好使。首先在这棵大树底下插一个百目真人的棍子，然后站在这个位置等待亢金龙发现我们之后数5秒，触发隐身躲后边去，等他放闪电，放完闪电就蓄力重棍3段，然后亢金龙必然会冲锋这个假身，等他到树下之后立刻给他一个金刚大倒锤，趁着亢金龙没爬起来马上就召唤猴子猴孙上去一起打。如果他妄图起来就放一个定风珠，然后你会发现他又趴下了，就继续打一套闪电5连鞭。如果他还想起来就把定身术给交了，然后再打一套闪电5连鞭金刚大倒锤，最后补刀几下，亢金龙就算是打过去了。这不对吧？明明是我打赢了，为什么偏偏给我关进牢房里了？这个地方叫做浮屠界，是我自打入手黑猴以来所打过的最愤的一个地图，可以说是要多恶心有多恶心。不得不说呀，小西天无论是粪图数量还是粪怪数量，比前2章加一起都要多。比起第3章的粪图粪怪，当初那些架大狙的耗子精突然都不在话下了。好，我们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了，下期内容我们不见不散。